想要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残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仍不弃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，越多误入星辰。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歌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整。张先生之言振聋发聩，而今世家子弟享尽恩荣，却不思进取，鱼肉乡里，当真枉复皇恩。再观我辈寒窗10载，金榜题名，怀的是报国之志，可这志却生生被这些蛀虫阻拦。这就是近日寒门学子之间广为流传的青俑册。正是，恩印已至，延续100年，如参天古木，盘根错节。这句话说的真是一语中的。这位商先生果然很有见解。陛下，商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，若一人为官，其子孙亲族俱可不费吹灰之力得官，大者并可给予门客，可谓滥矣。陛下，就连一位不入朝堂的夫子都知道恩印制的危害，而朝中那些大臣们却居于世家的权威，不肯多言，可见世家之事已成祸害。若不尽早清除，恐生难成根基啊！天皇，怎么突然行此大礼？快起来！朕知道，你也是一心为南臣着想。这恩印制确实已成祸患，不能再纵容下去了。陛下英明。射箭需要屏气凝神，心无旁骛。不愧是力压椰木井的惊鸿公子，见识果然了得。是我冒犯了。无妨。辛苦了，本宫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茶香隽永，喝着倒像是芳山路芽。正是。坐吧。本宫在这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
可南城百姓，不知还有多少正活在泥潭当中。公主放心，青冢策这篇文章直击恩印之的弊端，现如今他已经在寒门子弟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而且陛下也知道了此事，也觉得这篇文章言之有物。如此，定能完成我们的计划。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商守，就是穆卓华的恩师。商守跟穆卓华不像是普通的师徒关系，更像是父女。所以，既然如今商守已经成为了废除恩印之的旗帜，那我们就不怕穆卓华他不入局了。这篇文章是商老师早年写的，如今居然被拿出来大肆宣扬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刻意为之。老师那张嘴虽然不饶人，但是万万也不会去得罪别人。我觉得被盯上的不是商先生，而应该是你。老师这是被我连累了，王爷。你别担心了，我立刻派核心带人去江南保护商先生。谢谢王爷。老爷，那撰写青冢策的商手，竟然出自江南怀州永定县。怀州？是。好你个青冢策，好你个商手，竟敢在我孙家的地盘上撒野！你去，带几个人，替老夫好好的警告警告他。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嘿，这动静一定是条大的哎！哦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哎，我手，小伙子。今日来此，怕是不是为钓鱼吧？连鱼饵都没上啊！我是工部尚书孙汝孙大人的人，大人派我前来警告夫子，若是夫子还管不好自己的嘴巴，下次我来，可就不单单只是陪夫子钓鱼了。原来我才是那鱼儿啊！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，回家吧。父再见！再见。好。哎，你们都记得啊，要好好学习，特别是你们这些女孩子啊，要想过不一样的生活，走出大院，那就得好好学，
考取功名。好的，夫子。外面的世界啊，大着呢啊！夫子，您今日怎么了？往日里到了下学的时辰，您比兔子溜得还快。今日竟然在门口送我们，太奇怪了。臭小子，就你调皮，以后啊，把这聪明劲儿用在学习上，不好吗？走吧。这才是夫子嘛！滚蛋！夫子，明天见。哎，再见。走吧，走吧，都走吧。我也得走了。这个商老头要是知道我做梦都能梦到他，肯定嘴巴都要乐歪了。商老头，你今日怎么没有钓鱼啊？商老头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菊离，我梦到老师了。商老师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来了，王爷。王爷，怎么样？有老师的消息了吗？飞鹰小队从江南传来消息，他们找到商先生了。老师怎么样？商先生他去了。这老头儿，他走的怎么这么潇洒，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给我留吗？
张先生虽然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愿，但是他心里面最挂念的人就是你了。我知道，老师只是不想让我被人拿捏。楚华，别再自责了。据属下探查，共有2拨人照顾伤老，前一拨是孙儒所派，后一拨则是来者不明。也正是他们谋害了伤老。喝杯茶暖暖身子吧。公主，你可以听说了。你是说卓化老师伤手被杀一事啊？如果不是我推行了青荣策，强行把他拉进来，他也不会被杀，无辜枉死。这是孙家造的孽，与你无关。不过，若伤手不死，咱们下一步棋还真不好走。公主何出此言？穆卓华一直犹豫不决，下不了对抗世家的决心。如今伤手惨死，他这个做学生的，如何还能隐忍沉默？接下来怎么做，你应该清楚吧？可是伤手尸骨未寒，难道我们就这么迫不及待，拿他的死做文章吗？废除恩义制箭在弦上，容不得片刻耽搁。难道你不想肃清世家，还寒门学子一个大展拳脚的天地吗？况且朝堂之上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。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该清楚，许多事儿都是身不由己。
他从前并不信神佛，祈愿仰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甘露，让无事伤手早登极乐，不再受人间苦楚。小姐，让商先生待在这个地方，会不会扰了他的清静啊？这地方大隐隐于市，他会喜欢的。卓华，走吧。我们回家吧。老师，我都等了好半天了，鱼怎么还没上钩啊？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有志者事竟成啊？这做人做事啊，最怕的就是三心二意。3天打鱼2天晒网，要想做成一件事儿，不付出精力和时间，怎么行啊？是，弟子记住了。小姐，这里，把我的官服拿来。官服，老师是为我而死的，他的冤屈，他的期待，都寄托在我的身上。我不能在这伤春悲秋了，我要去找沈金虎。商先生的事儿，我也正好有事，要找沈大人。若是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都愿意的。废除恩印制一事，沈大人可有章程？穆大人的意思是要与我一起。我也曾想徐徐图之，但世家在南城经营多年，现如今已经像一颗毒瘤一样，疗陈科需用猛药。卓华愿以身为刃，落下这第一刀。那好。陛下，世家贪污公帑，私挪国库，使民间怨声载道，此其罪一也；罔顾法度，草菅人命，此其罪二也。借恩印制之庇护，使无德无才之人高居上位，有能有识者反不得人尽其用，此其罪三也。故臣以为，世家之罪罄竹难书，若要平民愤、正纲纪，须先清此毒瘤，以昭天下，以安民心。陛下，臣以为穆大人所言极为中肯。恩印制推行多年，护佑的并非是忠臣良将，而是依附于社稷之上的硕鼠蠹虫。正所谓不破不立，不舍不得，想要彻底革除弊端，需要落狠手。臣请陛下废除恩印制，扫清朝中的尸位素餐之辈，令有能有识之人得以为国效力。陛下，此举有动摇国本之嫌。穆大人与沈大人急功近利，不顾后果，
陛下切不可盲目听从。周大人所言极是啊，还望陛下深思熟虑后再做圣决。兹事体大，改日再议。退朝。陛下有何吩咐？商先生的事情，朕也是刚刚得知。你没事吧？朝局未定，微臣不敢亲见其身。陛下放心，微臣会保重自己，等着公道昭显之日。朕就知道，你一定可以挺过来的。你今日有些急了。王爷认为我所言不实？你说的是事实，但现在还没有到和世家可以硬碰硬的最好时机。你也知道，有人在背地里隔岸观火，他们设了一个局。你不能……我为什么不能？总要有人入地狱，不是吗？不能。那个人不能是你。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吧。好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干涉你了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莫大人怎么了？让您如此费心？属下说错了吗？你忘了自己当初一心报仇，要跟柔家拼个你死我活吗？王爷，我那是……他自小丧母，没有父亲的关怀。商先生就像他另一个父亲，周氏至亲，换谁能不悲痛欲绝，恨天不公？再给他些时间吧。周华此举，无异于向世家公然宣战，我担心孙家会对他不利。从此刻起，你要寸步不离，保护他的安全。是，王爷。小七，小七，父亲，母亲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家被抄了，爹现在没有地方去了，你得帮帮爹吧。我跟你说，石谦，哎呦，王爷呀，你就看在往后咱们是一家的份上，你帮帮我吧。那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你往后就没有我这个老丈人了。母亲，您跟父亲为什么来到定京啊？说来话长。什么？商先生死了？对啊，听说是半夜被歹徒闯入了家宅，第二天官府赶到的时候，血流了一地，太惨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马上启程上京。上京？夫人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？商先生的死因肯定另有隐情，下一个说不定就是穆家。看来是我连累了母亲和父亲。母亲有所不知，前阵子在朝堂上，我因为废除恩印制一事，跟孙家有了冲突。看来这个孙儒是为了报复我，才要把穆家拖下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姓孙的，真不是个东西，还什么贪墨公粮，
这些年他从我家拿走的好处还少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小七，我们愿意散尽家财，只要能度过现在的难关就好。你说什么呀？散尽家财，那我的心血付诸东流了。那还能怎么样？虽然现在穆家败落了，只要留着性命在，不怕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小七啊，你现在可是朝廷命官，你就想想法子帮帮爹。爹创下这么一份家业不容易啊！真是要钱不要命。你个小姑娘家，懂什么？莫老爷，您从商多年，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，您应该也是明白的。你要我想办法保住家业可以，但是国法无情，您这性命能不能保得了，我可就打不了包票。哎，你说你这个小……小七啊，爹都听你的啊，你安排就好。啊，夫人呐，刚才那个定王殿下瞪我那一眼呢，真是吓着我。哎，你说我们家这个小七也真是，见了老子，他还没有那个礼貌啊，一口一声什么国法无情，根本不把我这个老子放在眼里头。是。你方才怎么不这么说呢？那不是还有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婿吗？我哪敢呢？穆家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本王一定会妥善处理。多谢王爷，但是您也说了，穆家的事，下官还是想自己处理。你对我就这么生分吗？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话，随时跟我说。慕容此人贪财好利，何心，你看着他点，千万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，受人以把柄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您何必管他死活？他毕竟是卓华的父亲，我不想让商先生的事情再重演了。王爷，穆大人让您不要插手，您真就不管了吗？我相信他，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好的。启禀陛下，慕容为求私利，罔顾法度，如此恶行，罪不容诛。户部郎中穆卓华纵负枉法，也应同罪啊！穆郎中，慕容是你父亲，你有何话要说？回禀皇上，家父深知其罪，回首往事，也觉得悔愧难当。此番悔悟，他已经携夫人上京请罪，如今仍旧跪在金兆尹堂前。哼，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，谁知那慕容是否是真心悔悟？陛下，家父愿将全部家产上交国库，以表悔过诚意。他知此举也难抵其过，一切甘愿听从圣上裁决。慕容一罪，确实令人发指。不过，朕念在穆家多年为善，赈灾当中还立了功，还上交了全部家产，便将功抵过，从轻发落，将慕容杖责30大板，其妻子一起关入大牢10日，以儆效尤。谢皇上恩典。
走吧。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走。你带我去哪里啊？走。去哪里啊？老爷。干什么？老爷。老爷。上哪儿啊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老爷，老爷。为这废除恩印制一事，近日京中风波不断，朝廷重臣不消停。朕决定快刀斩乱麻。你们两个尽快拿出一个章程来，务必替朝廷铲除这颗毒瘤。臣领旨。慕卓华已入局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。皇叔既然把矛头指向孙家，不如就从孙家下手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是想到了孙兄。孙云谦。他确实与别的世家子弟不同，也无骄奢蛮横之态。孙兄，这个人出淤泥而不染，也算是世家的一股清流。只是这一次变动，难免要将他拖下水。海景公主，到时候不要把他牵连进来。他本就与此事无关。又是你的好友，本宫自然会给他留条后路的。那如此这般，便先谢过公主了。那你想怎么谢本宫呢？但凭公主吩咐。父亲，书院的活我替你辞掉了，明天就去工部上任。父亲，我喜欢教孩子们读书，您凭什么帮我做选择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的父亲，凭你是孙家的嫡长子。你既然姓孙，那将来仕途和官场，便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好了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就去上任吧。好。但我要参与科考，凭自己的本事进工部。瞧不起恩荫的路子，要去参加科考？好啊，那你去考啊。可你别忘了。你是姓孙，身上淌的就是孙家的血。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，在世人的眼里，你还是孙家的人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回来了，在外头玩得怎么样？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无非就是他们知道我没有嫁给议政王，怕我给家族丢脸罢了。我一回来就听说你和父亲起了争执。你那点念头，无非就是水中捞月，你又何必执着呢？那你呢？你执着于议政王，
不也是水中捞月？议政王。是啊，如今已经是议政王了，我竟然错过了。生在这个家族，我必须是世人盛赞的第一贵女，如此才不会被随意安排。而且，王爷是我喜欢的，也是我最好的选择，我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我才懒得争什么第一第二，你说我不求上进也好，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也罢，我只求家人平安，自由自在。念念不忘，情未了，在耳鬓撕咬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古道，做无岸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前方过尽力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人生生生死缠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天荒平调，永不离散，我们早说好。爱恨纷扰，忘不了，就算隔天地遥遥，灵魂相拥紧绕，怎一笔勾销？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前方过尽